好，環球大戰線，我們節目要持續討論中東的戰場，除了美伊之外呢，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參戰國以色列，它的執念。我們現在來看到，面對伊朗以及他所扶植的這些勢力，哈馬斯、真主黨、胡塞等組織啊，以色列跟美國一樣不一樣，他沒有要跟你談和，他就是要跟你死磕到底，把所有的敵人鏟除就對了。但同時，以色列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就是他引以為傲的防空體系，3成的防空體系，現在面對比較大的威脅。因為伊朗的飛彈命中率在1個月內呢，戰爭進入到第2個月，現在是翻倍成長的，包括了鐵穹負責攔截短程的大衛投石所，還有箭矢，就是在不同的這個高度、不同的層次面呢，來覆蓋保衛這個以色列的整個國土的安全哦。但是現在敵人的這些攻擊越來越可以洞穿以色列的這3層防空體系，讓他們應接不暇。我們看到，包括了也門的青年運動也正式參戰了，向以色列發射了彈道飛彈，而且這不是巧合啊，不是忽然說啊，我響應這個什葉派的號召我就出來打，而是看準了這個 timing， 他們出動的是一個精密的一個體系圍毆戰。別看他們叫青年運動哦，其實這個組織擁有的武力啊還不小哦。你看它這些光是什麼流星啊、衍生型射程都是幾千公里起跳的，所以雖然是青年運動的名稱，但他們擁有的武器跟設備哦，一點都不青澀哦。好，我們來看到了，那這個現在青年運動的武器庫持續來加入伊朗，一起來對抗以色列。請問艦長，以色列現在樹敵接二連三，並且有一個合縱連橫的感覺，不管是從南北夾擊，還是從這個圍毆戰來對以色列發動這個清算，你覺得以色列的防空體系很快還能頂得住嗎？那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啊，其實有7層。那剛剛靜橋已經幫我們數了4層啊，也就是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的，最低的是鐵穹，接下來是這個大衛投石，然後大衛投石的這個部分呢，也就300公里，接下來就是1000公里的箭矢2式跟2000公里的箭矢3式。其實這一種概念原來是完美的。那我們如果來看圖片的話，這就是鐵穹、大衛投石、箭矢2式跟箭矢3式。但是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個是一個精確打擊的概念。可是現在，這個伊朗他用的不是這個概念，所以是一個不對稱的戰爭。他用的就是飽和攻擊。那他用飽和攻擊的時候，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個4層，再加上美國的3層。對，美國到底有哪些？第一個，也就是我們講到薩德也是300公里。那第二個就是愛國者，那其實還有一個，也就是以色列自己的，叫做 Iron 就是鐵樹。鐵樹是什麼？它其實雷射武器。對，雷射的。那這一個部分呢？但是大家一直都在看啊，就是胡塞組織到底什麼時候會出手？結果最近出手了。他這一出手，大家着急了。為什麼？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也就是霍姆茲海峽這個部分呢，其實現在幾乎已經走不通了。那當它走不通的時候，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就利用它的東西油管運到這個紅海一側來向外輸出，向外輸出它就要走南邊的這一個曼德海峽。對。可是曼德海峽這裡的最大的困難，也就是也門的胡塞組織。現在胡塞組織要出手了，那也就是未來這個曼德海峽能不能走，就是個大問題。如果它不能走，這個油價還會再向上翻。我們剛剛講到這個，他取了很多的名字啊，其實他另外一種名字，也就是伊朗的，都是伊朗提供的。這個就是流星1、流星2、流星3。其實這一些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圖凡啊，或者是巴勒斯坦1、巴勒斯坦2，也就是其實這個胡塞組織就是伊朗的代理人。那我們看到啊，其實現在最難打的，也就是這一個無人機的部分啊。這個無人機呢，其實大家認為它要怎麼樣發射？其實它的發射很簡單啊，它就是用皮卡那個帶着跑就好了。皮卡就這樣子，它也不用高速，它自己所創造的浮力就可以讓它起飛了。那當然也可以用彈射的，可是用我們剛剛講的，用這種 Toyota 的這種皮卡，中東神車。對，然後但是呢，其實我們要知道這一個所謂的見證者136到底是哪一國研發？就是伊朗啊！伊朗輸出到這一個俄羅斯之後，俄羅斯自己
他又進行了改進，他又進行改進之後呢，也就飛得更遠，也就是他最遠呢可以飛到2500公里，比當初伊朗設計的還要遠得多。而且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俄羅斯把這個飛彈又賣回了伊朗，然後也就是伊朗他拿到的比他現有的射程以及彈頭更重的這個無人機，其實這個對於以色列或者是對於各個美國基地來講，都是一種無情的打擊。沒錯。好，以色列我們都知道他們是這個猶太民族所組成的國家。那猶太民族有錢，善於經商，大家都知道。但現在對以色列來說，更緊迫的可能是人的問題啊。因為以色列的參谋總長薩米就公開承認，以色列軍隊現在已經是嚴重的兵力不足，再持續下去，可能他們會先從內部崩潰。此話一出呢，伊朗議長馬上就應答，放話說：好，我們就是要加速看到你們以軍的崩潰。而且說這個話也不是這個討面子之爭，只是嗆下而已，而是他精準判斷。那其實伊朗自己這樣常年打下來，又受到轟炸，他也是這個急於要擴大徵兵的，甚至都降低了對年輕志願者的參軍年齡哦。現在說你只要12歲，你就可以來參加這場聖戰，也不管什麼違反兒童權利公約之類的事情，反正先保留這個國家存亡再說。好，代理人戰爭也全面動員起來了。我們看到美國剛才我們談了很多，是否要出兵打地面戰與否，美國的決策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謹慎。以色列方面壓力也是越來越大。有我們看到前面的1個月，這2個聯軍是打得風風水水、順風順水，但是進入到第2個月，開始有一點路遙知馬力，開始有點辛苦，有點疲乏了。這個越來越多的隱憂，是不是已經感覺慢慢在浮現出來？委員，對啊，當然，其實對以色列來說，它不是沒有受到打擊，也沒有受到傷害，只是在這場戰爭一開始哦，以色列就嚴格的控制新聞媒體的報道哦，所以不是每一個記者都可以到以色列去報道以色列的現況的，甚至以色列把自己的上面的公共衛星都關掉了，所以你想要透過衛星的空拍的這個相關的訊息去掌握以色列受創的情況，幾乎很難得到。對，那麼所以從現在從這個各方的一些相關的訊息看起來，以色列當然受到很大的打擊哦。那麼其實以色列跟伊朗現在已經陷入了一個你死我活的狀態了，就是彼此在這場戰爭當中，大家所設定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把對方打死。对，因為他知道如果對方沒打死，接下來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啦，過幾年要繼續再打了。所以以色列絕對不會放手的，哪怕美國不斷的在講要延長5天、延長10幾天，沒有用。以色列的攻擊每天都在攻擊啊，擴大攻擊，全面攻擊，他就是怕美國忽然抽手了，他沒把伊朗打死了，所以趁現在美國還沒抽手之前，拼了老命在打。那對伊朗來說也是如此啊，伊朗如果不把以色列轟平哦，那麼對伊朗來講，它不是伊朗的問題了，還包含黎巴嫩真主黨，還包含也門胡塞武裝組織，還包含巴勒斯坦建國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都是伊朗的。希望在這場戰爭當中能夠徹底得到解決的，所以伊朗不斷地強調說，這場戰爭它的目的是什麼？把美國趕出中東，然後讓以色列從此把以色列打趴。其實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中東這個局，真正的亂源是誰？是以色列。以色列如果好好的讓巴勒斯坦建國，他不要去屠殺加沙，他不要在屯墾區去修理這個約旦河西岸的這些巴勒斯坦的這些居民來說的話，那麼沒有真主黨啊，真主黨沒有理由要打他的，胡塞武裝組織也不用惹到他的，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針對以色列，而最主要的原因都是針對巴勒斯坦的這個問題嘛。所以其實我看到這一點哦，你會覺得這個中東的這些國家很沒用哦，就明明都是回教徒，那麼當巴勒斯坦這群人在被修理、被屠殺、被這個種族滅絕的時候，你這些阿拉伯國家到底在幹什麼啦？哦，那麼你們跟美國站在一起，你們享樂過好日子，這吃香喝辣的。但是真正在這裡作戰的，你最後看到的是誰？看到的是伊朗，看到的是真主黨，看到的是這個胡塞武裝組織哦。這世界上有恐怖分子總是有道理的，就是在這幾年裡頭，我們終於應該領悟到一個狀況了。大家以前覺得說恐怖分子從天上掉下來的壞蛋，可是接下來你會發現說，為什麼會變成恐怖分子呢？它終於有它的道理，這個仇恨是怎麼存在的？所以其實在這場戰爭裡頭，伊朗哦，對以色列來說，它是不會手軟的。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比誰先垮嘛。那我說過，
伊朗跟以色列這個相比啊，伊朗比以色列大，人比以色列多哦。那麼，而且除非今天美國要打地面戰，那麼你說以色列要徹底打趴伊朗，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還不要講說它背後可能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做相關的支援了。所以，如果這場戰爭無窮無盡的打下去，如果美國真的抽手了，那就等着以色列被打趴吧。所以刚刚委員幫我們分析哦，其實這場戰爭不要看忽然在2026年這樣爆發起來，其實已經是前幾年，包括以色列、包括巴勒斯坦，在加薩這樣政局下累積的新仇舊恨，在今年一次又再算清楚而已。好，另外全世界的能源跟航運貿易的真正大旗，我們也要聚焦到海上，因為現在2大的這個海運咽喉都拉警報了，包括北邊的荷姆茲海峽，包括南邊的紅海入口的曼德海峽，現在都可能受到這個青年運動已經揚言我們要加大了封鎖。我相信這已經不但是全球能源，包括美國、包括以色列的痛點，是全世界的消費者，包含我們桌上4位都已經感受到，大家現在去加油，這個油錢都變貴了。所以，如果伊朗這2大咽喉都被伊朗拿來做威脅，然後施壓美國跟以色列，我們有觀察到，會不會有更多的勢力開始不滿，跳出來跟美國還有以色列說，收手吧，阿祖，不要再搞下去了，真的已經世界大亂了。老師覺得美以真的會就此退步嗎？我覺得美國跟伊朗之間的這種對立現在看起來在步步升高。对，還在升高。那尤其是在荷姆茲跟曼德這2個，你剛剛提到的，就是說2大咽喉其實也的的確確，它一個是佔控了20%的油跟天然氣，另外一個是，你如果要繞到非洲的好望角，大概要多10天到14天的航程，所以時間以及金錢這個是一大影響。但是呢，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他現在如果停下來的話，以色列能確保他未來自己本身的安全嗎？尤其是內塔尼亞胡，他根本就是挑起這場戰爭的這個始作俑者，他可能就會因此下台，他的小孩就必須要結婚了。因為他的小孩已經2次結婚被延後，都是他的戰爭所造成的這個延後。那川普呢？他能夠真的如此不尷尬的去把這個戰爭停下來嗎？那我覺得其實他不會那麼的這個放手的。因此，你看到對全球的這個衝擊就取決於這2個人，我就搞不清楚了。川普現在到底的想法是，他覺得贏了戰爭就贏得選舉嗎？還贏了戰爭就能取得石油嗎？還是說贏了戰爭，他說這個女婿的基金就可以募到更多的錢嗎？現在整個美國這個帝國，基本上這次的戰爭就像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一樣，那是英國走下霸權的舞台的最關鍵的里程碑。就是蘇伊士運河被占，英國拿不回來，最後美國反對他對埃及用武。這場伊朗戰爭的話，如果持續再打下去，就是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也就是他的這個帝國開始走向衰退的一個里程碑。整個美國的所有的任何方面的機制沒有辦法去阻止川普，如果繼續打地面戰爭的話，其實這整個帝國的相關的機構跟所有的相關的這些從媒體到政黨到法律，其實都可能會被川普帶向帝國瓦解的方向。是，好，謝謝楊老師的分析。確實，美國在1戰、2戰累積出來的龐大籌碼，建立起了這個家業，會不會就在這場不必要的中東戰爭而敗光呢？我們要持續觀察。待會視角要從中東戰場回到美國本土了，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這場不必要的戰爭已經徹底的惹惱國內的情緒，將近1000萬人走上街頭，告訴你，美國不要國王，不要昏君 ，No King States。這個無王日有哪些話題？我們稍後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